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堂姐金榜题名，考了726分，稳进清北。族长知道后，连夜邀请全村人为她庆祝，风光无限。宴席上，亲戚向婶婶取经，婶婶一脸得意。我家宁熙哪有什么学习秘诀呀？周围人都知道，她一天到晚就一个字：玩。家里的课本都是崭新的，我和他爸就没见过他看书。周围人感慨，能考清华北大的，果然不是普通人。是啊，必须是天才，天才不用看书都能考700分。婶婶表示赞同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是啊，看书有什么用？你们看宁梦，一天到晚看书，结果呢？次次考试不及格，这次高考还创下了二中历史最低的230分，再差20分就是210分了。我握紧拳头想反驳，但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松开。我心里的苦，又有谁能知道呢？3年前，我是我们村的学霸，全市中考状元。二中校长亲自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我家，给我免了3年学杂费，每个月还给1000块的生活补贴。谁知道我上了高中后，成绩一落千丈，准确地说，是考试一落千丈。平时作业，老师抽我答题，我都能顺利地解决。可是，一到考试，我就大脑空白。老师也觉得奇怪，私下给我出过好几套卷子，每次都是完美的交卷。结果一到正规考试，我又是垫底。他们以为我心理出了问题，还给我找了几次心理辅导。到后来，所有人都放弃了，连老师也劝我看开点。我不信邪，我比以前更努力地看书刷题。别人是越努力越幸运，我是越努力越不幸。3年奋斗换来的却是高考落榜，连个3本线都没上。得知成绩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想好了，我要进厂打工，给父母减轻负担。宁熙和我则恰好相反，他比我大1岁，原本比我大1级，因为成绩差，初3留了1级。第2次中考，他比第1次考的还差。他是托关系进的二中，上课睡觉，不做作业，平时让老师头疼到要死。可是，一到考试，他就超常发挥，稳得第1。这样久了，老师也就不管宁熙了。婶婶的话又让我得到了一群奚落，要我说，就宁梦这成绩，中考能考成那样，简直就离谱，铁定是作弊。我不想辩驳，我只想逃。没日没夜地努力了这么久，最后竟成了反面教材。宁熙越风光，我就越狼狈。我找了个角落待着，等这场热闹早点结束。宁熙找到我，身后还跟着村里几个同级的小伙伴。宁梦，你躲这里干嘛？还能干嘛？曾经的中考状元竟然给二中丢了这么大的脸，没法见人了，笑死！宁梦，你是用脚高考的吗？230分，我瞎写都比这高。我扒开人群，想要离开。宁熙侧身挡在我的跟前，他把我往角落一拽，在我耳边阴阳怪气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道：“宁梦，我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你。中考结束那天，我拥有了成绩交换系统，我可以绑定一个对象，交换考试成绩。我绑定的那个人就是你。”他笑得阳光灿烂。我每一次考试取得的高分都是你的，省状元原本也应该是你。我不信这么邪乎的事，可宁熙几句话让我炸了。你是不是每次考试都觉得大脑一片空白？那是因为我的系统修改了你的记忆。不仅是你，在考试过程中，所有会影响我成绩真实性的 bug， 它都会帮我修正。宁梦，你想要知识改变命运，做梦吧，你家就活该穷苦一辈子。我像个疯子似的，一手拽住宁熙的头发，一手狠狠地往他脸上扇耳光。不管他是不是拥有那什么鬼系统，就冲着他最后一句话，我都要揍他。我家为什么这么穷？他心里没点数。奶奶偏心，喜欢小儿子，也就是宁熙的父亲，我的亲叔叔。平时压榨我爸就算了，可是6年前，我爸工地事故摔伤了腰，虽然不危及生命，可是以后都不能干重活。
我奶奶和小叔叔不帮衬也就算了，竟然联合骗走了我爸的赔偿金。小叔叔靠着那笔钱做生意发了笔小财，盖了高楼，买了车。我爸让他还钱，他竟然说那钱是我爸孝敬奶奶的。我家最苦的时候，是我妈天不见亮就出去挖野菜，身后无数双手来拉我，他们越拉我，我扇宁熙越狠，到最后干脆像只疯狗，张嘴咬住了他的手臂。突然一道大力把我往后一拉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宁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凭什么打我闺女？你姐可是给我们宁家增光的省状元，以后不知道要赚多少钱，你把她打坏了，你赔我！奶奶和婶婶一左一右的把我压在了地上，一个打我的脸，一个在我身上到处乱掐。我爸妈也在现场，可他们被人群堵在外面，只能看着我干着急。妈，宁梦也是你孙女，妈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要是给我打坏了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他们试图用亲情让我奶奶放我一马，奶奶直接站起身往我腰上一踹，什么孙女，我就宁熙一个孙女。爸爸被逼红了眼，朱云晴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我就去法院告你，骗走我的赔偿金，到现在都没还。这句话终于让我奶奶停了手，她还扒拉开了我婶婶，宁强告是肯定告不赢我们的，可是宁熙是省状元，这事要是闹大，对他不好。我妈终于从人对外挤了进来，抱着我就痛哭流涕。最后族长把我们一家子请出了宗祠，今天是宁熙的大好日子，你们身为宁家人，不为他贺喜就算了，怎么能在这里动手？你们不配来宁家宗祠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很沉默，父母一左一右，和我的步子保持一致，他们没有责怪我，甚至还安慰我。我妈说：“梦梦，妈妈了解你，你要是动手打人，一定是对方做了什么欠打的事，这件事不怪你。”我爸说：“你妈说的对，更何况宁熙那小妮子一直很欠打，仗着你奶奶的宠爱，一直无法无天。我觉得你今天打得很对，真要挑毛病，就是打得太轻了。”我难得的笑出了声，可是看到爸爸妈妈的脸，又莫名的难过。宁熙有一句话说得对，我那么努力，的确是相信知识改变命运，但是我没能做到。回到家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房间，关上房门，找出今年的高考试题开始做。我一口气做了3个省的高考试卷，统一按照语文作文分55分，英语写作部分25分计算，3套高考试卷，我分别得分726735和729，这个成绩差不多也就是其他3省的状元得分。看着这3个数字，我沉默了许久。宁熙的话我信了，他真的是一个小偷，靠着系统偷走了我的成绩。让人绝望的是，我知道一切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就算是报警，人家也只会觉得我是神经病。不知不觉，天亮了，一缕微光刺透昏暗的云层，落在我家院子的瓦砾上。光亮里，尘埃漂浮，无处不在。门前懒懒地趴着的大黄伸了个懒腰，又翻身继续睡了。我伸手把桌子上的卷子收了起来。我爸身体不好，每年都要做复健，那是一大笔钱。我妈是典型的农妇，就靠卖手工品赚钱。我想减轻他们的负担，高考结束后的安排仍旧没变。打开房门，爸爸坐在餐桌上，木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鸡蛋面，妈妈穿着围裙摆上筷子，笑着招呼我：“梦梦过来吃早餐。”我看着爸妈发红的眼睛，知道他们也一宿没睡，走过去坐下，吃完早餐放下筷子。爸妈，我打算明天进厂打工，厂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坐汽车1个小时就到，每个月工资2500块，包吃包住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在厂里工作1年，至少可以攒2万块，除去爸爸复健的费用，后1年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够了。知识改变命运，这个想法我从未变过。爸妈，我打算进厂1年后复读。爸妈怔了一下，眼圈更红了。梦梦，
其实你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，爸妈不缺钱的。我以为爸妈是就复读这件事安慰我，毕竟我一个高考230分的，复读就是浪费时间。为了让他们对我有信心，我把宁熙绑定了成绩交换系统，偷走我高考状元这件事说了出来。看着爸妈呆滞的脸，我一本正经。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听上去有些离谱，但是我保证，卷子上的题我真的都会。我刚才做了3套高考卷，你们要是不信，我可以再做。我信。我爸斩钉截铁地打断我，他看着我的眼神很奇怪，慈爱里又多了点别的东西。因为闺女，你爸我在3年前绑定了学渣培养系统。我妈在一旁露出八卦的表情。闺女，你是不知道，你爸这个系统可厉害了，只要培养一个学渣，每次考试扑街都会得到系统奖励。可你也知道，你爸是个宠女狂魔，他看你那么努力，压根不舍得把你培养成学渣，更何况你还是中考状元。他说他宁愿穷一辈子，也不能为了钱打破你的梦想。哪里知道事情逐渐的离谱，我接过妈妈的话，哪里知道我没日没夜地刷题看书，结果一次考得比一次拉垮。你们见我这样，更不敢告诉我这个系统的存在，担心打击我的自尊心。我妈点头，是的，所以这3年我们是一点负都不敢录。我很好奇，爸，系统给了你什么奖励？公寓、商铺、超市、工厂、楼房、商业街、私人飞机。我爸掰着手指数了一下，太多了，只是不动产都数不过来，更别说什么古董字画。总之闺女，现在咱家真的特别有钱。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我跟前，你别去打工了，这里是1个亿，给你当零花钱。其实我爸说他绑定了一个系统，我是相信的，可1个亿的零花钱，离谱他妈也不敢这么开门啊。直到我爸接了一个电话，我彻底的信了。穿着朴素，脚踩人字拖，手握老人机的爸爸，在我面前第一次表现出了高人的淡定。哦，迈巴赫车队到了，开进来吧。地址就问村南头宁强。挂掉电话，我爸笑着对我说：“闺女，收拾收拾，爸妈带你搬新家。”我跑进屋里，大包小包地装。我妈见了，又心疼又好笑。衣服、鞋子、书包这些全都不用带，新家里爸妈早就给你买了好多全新的，还有全球限量版的那种，你就拿一些你喜欢的又舍不得的小玩意儿做纪念吧，毕竟咱们以后也没机会当穷人了。我想了想，打包了我高中所有的笔记本，最后抱着门口的大黄，表示准备就绪。我妈摸着我的脑袋，感慨万千。其实你爸原本给你奶奶和小叔叔留了一笔钱，可是昨晚你爸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说他们欺负他可以，欺负你就是不行。我妈话刚落，就见远处一支由9辆车组成的车队正朝着我家的方向开来。这车我没见过，黑色的，看上去很大气。我在我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，应该就是爸爸嘴里的迈巴赫。迈巴赫车队是来接我们离开的。想到要离开这里，我有点小激动，一手抱着大黄，一手朝着车队招手。我家门口路窄，车队只能在50米外的一处平地停下。车刚停，就见组长从一辆车里跳了下来，他激动地朝着我的方向小跑。宁大娘，宁虚，宁熙，快出来呀！迈巴赫车队来接你闺女了。在他身后，9辆迈巴赫里下来了9个黑衣人，人高马大，戴着墨镜，和电视里的保镖一模一样。宁熙一家就住我家斜对面，4层楼房和泥巴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听到组长的声音，住2楼的宁熙立刻钻出了脑袋。没多久，他们一家子就咋咋呼呼地从楼房冲了出来。我见不惯他们的得意样，放下大黄，让他给我咬。大黄狂追而出，对着他们的屁股就一阵狂吠。奶奶气性大，忍不住了，叉着腰和大黄对骂：“你这个狗娘养的蠢狗，你叫什么叫？跟你家宁梦一样不懂事，
是不是？看到我家宁熙有迈巴赫车队来找他了，就嫉妒是不是？奶奶吵得好认真，要不是看到大黄费累了，我都不想打断他。我抱起大黄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车队是来接我们的。我连奶奶2个字都不乐意喊了。小叔叔和婶婶像是听到了什么大笑话，在那儿笑得合不拢嘴。宁梦，你妈给你名字里取个梦字，你就真得做白日梦啊！我家宁熙是高考状元，豪车车队来找他那才是应该的。你有什么？泥巴房，还是230分的分数？就连组长都无奈地看着我。宁梦，你以前很懂事的，怎么这几天做事情越来越离谱了？我被几个大人吵得脸都红了，只能大喊：这车就是来接我们的！小叔叔一家人笑得更欢了。这时，一个伟岸的背影挡在了我前头。爸爸以前受过伤，被其实不太直，可他的影子将我笼罩，我却觉得无比踏实。他笑着问：弟弟，哥哥这一辈子还没坐过豪车，待会儿这车也给哥哥坐坐呗。小叔叔立刻嫌弃道：不行，哥，你看看你身上穿的什么衣服，还是算了吧，不然弄脏了人家的豪车，你赔都赔不起。爸爸还是笑：不会，我衣服看着旧了点儿，可是都很干净，不会弄脏。奶奶发话了：宁强，你小子来凑什么热闹？那可是迈巴赫呀，你一个车轱辘都买不起。宁熙是高考状元才能坐，你们也配？爸爸点了点头，声音却淡了下来：妈，你这话说得不错，儿子的确不配。说话间，9个黑衣人已经来到了宁熙家门口的小路上。宁熙抬手理了理头发，一副娇羞又得意的模样。奶奶、小叔叔和婶婶把他当宝一样的往外推。我们宁熙在这儿，今年的高考状元在这儿。9个黑衣人脚步都不带停的和他们擦肩而过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你们走过了！婶婶急得大喊，还跑到黑衣人面前拦路。我女儿在那边，你们是不是眼瞎？黑衣人直接绕过他，他冲上去拽人，被一下甩开。终于，黑衣人们停在了我爸面前，他们一边4个，一边5个排开，将中间留出一条道来。宁先生、宁夫人、宁小姐，你们请。小叔叔一家人都惊呆了，几乎同时脱口而出：怎么可能？爸爸眼神都不给他们一个，一手牵着我，一手牵着妈妈，从黑衣人流出的道往前走。强子，这什么情况？已经很多年没叫过我爸小名的奶奶跑上来拦着我爸问。爸爸低头看着他，脸上露出一抹调侃的笑：没什么，运气好，中了彩票，买了套房子，租了几辆车，打算搬新家。听到彩票，奶奶的眼睛一下就亮了。你中了多少？少，就500万。这话我爸真没说谎，他给我的零花钱就是1个亿，500万真的很少。500万！奶奶震惊后看着我爸喜笑颜开，道：强子，你看你中了500万，要去新家，也带我们一起去瞧瞧呗。我爸似笑非笑地看着奶奶，也不说话。我妈在一旁阴阳怪气：哟，现在知道叫强子了，早几年也不知道干嘛去了，带你去瞧新家。脸呢？当初是谁把我们的钱骗走不还，说那钱就当尽孝的？怎么人还没死呢，记忆就不行了？天哪，我好崇拜妈妈。奶奶被我妈对得无言以对，她知道她看不了我家新房了，就说：强子，这样吧，这车你让宁熙坐坐，村里的人都以为车是来接宁熙的，你是他亲叔叔，总舍不得让他丢脸吧？我爸笑道：你不舍得让宁熙丢脸，怎么这些年就舍得让我家梦梦丢脸？那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谁让宁梦成绩没宁熙好？话都让你说了，高中前宁熙是村里有名的吊车尾，你事事都护着他，你说他成绩不好，让我家梦梦让着他点儿，怎么现在又换理由了？妈，承认自己偏心，其实没那么难。我爸牵着我和妈妈的手绕开了奶奶。你也说了，那笔钱就当我孝敬你了，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。
我们一家人一起往前走，任由奶奶如何骂骂咧咧，都没有回头一步，直到车往前开了，奶奶还追着车在骂：宁强，你这个不孝子，当初我就不该把你生下来，中了500万了不起呀！我家宁熙是高考状元，毕业后500万就1年的事，滚吧滚吧，别到时候后悔回来求我。其实我爸是很孝顺一个人，他和我小叔叔是截然相反的类型。小叔叔从小被宠着长大，什么都只为自己考虑，而我爸一直坚持百善孝为先。当初他的赔偿金被骗走，他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。只可惜不会哭的孩子没糖吃。我紧紧地握住爸爸的手，道：爸爸，别伤心，你还有我和妈妈呢。爸爸的目光从窗外收回，道：我才不伤心，我有老婆，有闺女，还有花不完的钱。我为什么要伤心？伤心的应该是那个老太婆，辛苦一辈子养个白眼狼。我给我爸点赞，我爸说他有花不完的钱，在我看来，他这话应该是用了一丢丢夸张的修辞手法，钱怎么可能会花不完？然而接下来，我爸用真相告诉了我一件事，他的钱真的花不完。劳斯莱斯载着我们一家子离家后，经过2个小时的时间，来到了市区郊区的一处私人停车场。我不想坐私人飞机，爸，这得多少钱呢？穷惯了，不舍得花这冤枉钱。我爸说，没事，私人飞机是我的。1个半小时后，私人飞机在首都的郊区停了下来，停的位置比飞机起飞时的私人停车场还要大2倍，上面还有2辆飞机。停车场后方有个大花园，花园中心的位置还有人工喷泉，以花园为中心，有4条道朝着4方延伸，一方连接园林，一方连接人工湖，一方是入口，还有一方是一排宫廷风的豪宅，和我曾经在电视里见过的5星级大酒店很像。我没吃过猪肉，可我见过猪跑。这种酒店很贵的，尤其是总统套房，有人工作1年的钱都不够1天房钱。一下飞机，我就偷偷地拽爸爸的袖子：爸爸，这里多少钱1晚？很贵吧？不贵。爸爸对我眨眨眼，然后凑到我耳边：这是系统奖励，这套房现在是咱家的。我人都麻了。更夸张的是，我的新家除了很大，还有管家、私人大厨以及女仆，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吃到满汉全席。我这辈子加起来的费用也没今天1天高，这让我很不自在。从小我家每个月要买几斤米、几斤肉、多少油，都是要掐着量算的。10年前，小叔叔在房子后面建了个猪圈，自己养猪自己吃。第1年的时候，他们在门口院子搭了个灶，用大锅在里面烧猪肉，旁边还有一个锅熬骨头汤。我在我家门口看，口水都出来了。开饭的时候，婶婶让我过去，我高兴坏了，屁颠屁颠地跑过去，结果得了一个大耳刮子。我妈上前理论，她就说：我怎么不能打她了？我在这里吃肉，她在我斜对面流口水，恶心到我了，我还不能打她。从那以后，我妈再苦再累，也要保证每一顿菜里都有肉，哪怕只是肉渣，甚至油渣都行。那是一顿吃了上顿，下顿永远紧巴巴的日子。担心惯了，总是不能理所应当地享受现在的一切。爸爸，我们还是节约点吧，留点钱给你和妈妈养老。结果我爸大手一挥，没必要。他看出了我眼里的忧心，神秘地把我拉到他的房间，拿出手机点开了一个东西。这是你爸爸在世界银行的账户，你看看每天的盈利。我低头看，123456，6个零。这还只是现金存款，爸爸还有很多公司。系统奖励的公司只会盈利，永远不会亏损。这些公司加起来的盈利，每天还有几千万。我的天，这么多钱，别说花了，就算是每天坐私人飞机往下丢，那也丢不完呢。接着爸爸打开浏览器，输入了全球富豪排行榜几个字，下一秒，我看到了爸爸的名字。No， 易宁强，爸爸是全球首富，我爸爸是全球首富。我不用进厂打工了，
我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了。我告诉爸爸，我想复读，重新高考。爸爸笑着递给我一封贵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爸爸的意思是认为我没有必要浪费1年时间复读。虽说贵族大学是私立学校，但里面的教育设施以及师资力量绝对不属于任何一所名牌大学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受了爸爸的提议。我想复读，无外乎是希望通过高考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但是证明自己的办法有很多种。我这些年没有辜负岁月，岁月也不会辜负我。宁熙偷走了我的成绩，可我学到的东西他偷不走。还没入学，我就自己花钱请了一名家教，开始学习大学知识。有关于宁熙的消息，我时不时的会在班级群里看到。他第1志愿填报的清华，他也如愿以偿拿到了清华的通知书。拿到通知书那天，他们笑得嘴都快烂了。群里还有一张宁熙的照片，站在 C 位，被一群同村长辈簇拥着，看着他灿烂的笑脸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考研上清华。我要用自己的实力站在宁熙面前，让他知道，就算他有作弊神器，可是只要我跑得够快，他就追不上我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我们班最大的异类。别人忙着花钱逛街的时候，我在学习；别人忙着泡吧纸醉金迷的时候，我在学习；别人忙着笑我读死书、死读书、读书无用的时候，我在学习。大学4年的课程，我花了2年就已完成，顺利地拿到了南大的毕业证书。同年，我以初试和复试第1名的成绩，成为清华大学金融管理系的硕士生。结果出来那一刻，我的大学同学们再也笑不出来了。看着他们逐渐凝重的表情，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：比你更聪明的人都在努力，你又有什么资格偷懒？是啊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进步。戏剧性的是，爸爸妈妈为我考研成功庆祝当晚，爸爸接到了奶奶的电话。奶奶的声音很疲惫，隐约的带着点讨好的意思：强子啊，妈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爸爸笑道：身体很好，1日3餐都有专业的营养师为我搭配，2年已经长胖了20斤，人还白了不少。以前你骂我短命，活不过50岁，这话不太准确，我肯定走不到你前头。我和妈妈被爸爸逗笑了，大概是爸爸前半生被奶奶压榨太狠，成为首富后就开始放飞自我了。品性仍旧善良，嘴却变得相当毒舌。换我爸以前，哪会这么和奶奶说话？奶奶也明显的懵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笑道：强子，那个，我听组长说，村里的路是你出钱修的，花了5个亿，还有宁毅和花嫂他们今年盖的那个新房，钱就是跟着你赚的。我和妈妈对视一眼，露出一抹了然的目光。离开宁家村后，爸爸就花钱把村里和通往镇上的路都修了。本来这事儿爸爸是保密的进行的，没想到工程收尾时，工程师说漏了嘴，让组长知道了。就在昨天，组长还打电话向我爸致谢。还有宁毅和花嫂，他们是我爸妈的朋友。我家最难的时候，只有他们帮我们。他家条件也不好，帮我们的钱也是省吃俭用的抠出来的。爸爸手里有很多公司，离开宁家村后，就把县城的一家快递公司交给了2人管理，给底薪和高分红。快递公司别看这规模不大，每年2人能拿到手的钱都是100万以上。爸爸神色不变：是啊。奶奶心疼坏了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连带着声音都在哆嗦：天哪，这得多少钱呢？强子，你糊涂啊！你说你这么多钱，你怎么当纸一样的撒出去了？这大概就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吧。哎呀，你糊涂啊！奶奶在电话一头碎碎念，隔着手机我都能感觉到她的难受。好半晌，奶奶才转移话题：那个强子啊，你能拿这么多钱给村里修路，还能这么帮衬宁毅2口子，一定有很多闲钱吧？是不少呢。我爸也没藏着掖着，道：就每天的银行利息，我都用不完。
我打算捐100亿出去做善事，给山区孩子建学校，给他们修路。别呀！奶奶急忙打断爸爸：强子，你疯了呀！你有这么多钱帮外人干嘛呢？宁虚正缺钱呢，你把钱直接给宁虚就行，别人花哪抵得上你亲弟弟帮你花？我爸挺诧异的，你说的是那个趁我病骗我钱，差点害死我的亲弟弟？我家大黄都明白知恩图报，前几天还把他藏起来的骨头挖出来送给我。我这位亲弟弟知道什么？他连一条狗都不如。强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帮你存钱啊。你要是不乐意拿这么多钱给你弟弟，那你拿个1000万总行吧，打亲情牌不行。奶奶就装可怜，她憋出哭腔：哎，强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2年你弟弟也不容易。宁熙不是考上清华了吗？他上大学后消费高得很，说什么要买包包、买衣服，融入富二代圈子。你弟弟的存款早就花完了，现在还欠别人10几万。我爸笑出了声：太好了，我恭喜他。妈，跟着宁虚，你果然有好日子可以过。我和我妈也笑到不行。果然啊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报应未到。接下来，我奶奶就在那儿耍赖皮，嚎啕大哭。我爸不仅不觉得这声音烦人，还把音量开到最大给我和妈听。饭吃完了，奶奶也没力气哭了。我爸正打算打电话，小叔叔的声音从另一头响了起来：哥，咱妈病了，你不帮我可以，总得支付一点医药费吧？你要是不拿钱给她治病，那她只有等死。我爸摇头叹息：你们忘了，当初我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，向你们要那笔赔偿金的时候，你们说过什么？你们说那笔钱就当我尽孝了，以后老娘就算是死在外面，也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既然没关系，他死就死呗。短暂的停顿后，婶婶爆发了：宁强，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？你拽什么拽？我闺女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，最近还交了个富二代男朋友。等我闺女毕业，那就是正儿八经的豪门阔太。到时候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爸爸笑着说：恭喜。我轻笑：婶婶，帮我向堂姐问一声好。很快我们就能再见了。挂断电话，小叔叔一家人硬气了一晚上。第2天一早又打电话联系我爸，我爸没接，他们就装可怜，各种发短信。我爸把手机关机，永久地锁在了保险箱里。翌日，爸爸带着我和妈妈乘坐私人飞机，飞向了美丽的波拉波拉岛。清澈的蓝绿色环礁湖，白色的沙滩，摇曳的棕榈树，如画般的风景，宛若剔透的水晶，净化着我们的心灵。转眼，开学的日子到了，我拎着重重的行李来到了清华，终于成了他的一员。第1学期课程过半，我终于和宁熙重逢。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，我和室友一起在食堂吃饭，出来的时候正好和宁熙撞见。他很吃惊：宁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着宁熙，2年多不见，他变化很大，浑身上下都是大牌，一身的行头大概在5万出头，脸上画着浮粉严重的浓妆，走近我时带来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道。他身上全然没有理应属于这个年纪的朝气，穿着打扮撇开牌子不看，简直和电视里的站街女如出一辙。我想过无数次和他重逢的场面，每一次想象一定少不了抽他2个大耳刮子。可是现在他连让我动手的欲望都没有，不配，真的不配。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打他都是脏了我的手。我意料之外的平静。有事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来读书？什么？你复读了？我根本没心情回答他，扫了他一眼，抬脚就走。宁熙也不说话，就跟在我身后，一直跟到我宿舍。看到我踏进宿舍门，坐到自己的床边，他靠着门框，目光复杂。没想到你竟然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。我头也不回，努力还是有用的，毕竟学到的知识，小偷可偷不到。宁熙半晌才笑道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：宁梦，你在这儿装什么呀？寝室里我的室友都在。他故意的提高音调。
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我这堂妹一家人有多会装逼，竟然骗人说我老家村里的路是他们修的，还花了几个亿。你们看看她身上穿的衣服，有一件牌子货没？宁梦，你们可笑死我了！这种牛逼也敢吹？你说你一个月生活费有1000块没？我才笑死！我身上的衣服全是我爸找设计师私人定制的款，一件衣服比他一身的行头都贵。还有1000块生活费，我送他一个白眼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生活费，因为我不需要。我零花钱已经有20多个亿了。宁熙在门口笑成神经病，我室友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把门关了。室友们忍不住吐槽，也不知道这种人怎么考上清华的，和他在一个学校也太丢脸了吧，简直是个奇葩。我笑道：放心，他毕不了业的，想要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，只是混日子可不行。我见过清华每年的期末考试题，不简单。宁熙高中只想着偷我的成绩，从没认真的读书，就他那脑子，能看明白都难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没等2天，宁熙就找到了我，态度很好，手里还拎着个小蛋糕。宁梦，这是请你吃的。我没接，担心你投毒。他嘴角抽搐了一下，把我拉到角落。宁梦，我想和你谈一笔生意，价钱不是问题。不愧是宁梦，竟然在这和全球首富的千金谈钱。他继续道：就是，我想问你，能不能降级来我班上？你都是清华硕士了，降级应该不难吧？那个，主要是我不是和你绑定了成绩交换系统吗？只要你来我班上，每次都和我做一样的试卷，我就可以和你成绩交换。见我不说话，他有点心烦意乱，烦死了！清华学的都什么鬼呀？我看都看不懂。我发誓，我已经很努力的想要弄明白它了。宁梦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我已经连续挂了2年了，不是没补考，可我补考也过不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毕不了业了。我笑出了声。宁熙，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个好消息，你的下场我很满意。宁梦，你救救我吧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宁熙总会在各个场合和我偶遇，每次都可怜巴巴的让我救他。有一次还给我包了一个2000块的红包。宁梦，这钱你都可以花2个月了，你降级吧。他一副给人恩惠的嘚瑟样。这只是定金哦，只要你帮我毕业，我还可以给你更多。直到他看到我从我家的劳斯莱斯上下来，终于得意不起来了。宁梦，怪不得你不稀罕钱，原来是傍上大款了呀。呵呵，这事儿你爸知道吗？宁熙读书不行，想象力倒是不错，自说自话脑补完了，还一本正经地威胁我。宁梦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让你成为全校名人，红回老家。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晚了。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。堂姐，坐等你怎么让我后悔？宁熙咬牙切齿地走了。没2天，网上就有了我的八卦，说我从小地方来，家里穷得要死，高考只考了230分，是靠傍大款走后门考上的清华硕士。文章写得有理有据，带跑了一众网友。文章下面全是声讨我、声讨清华，要求彻查清华的评论。当然，也有现实认识我、为我发声的。我是宁梦室友，我保证他绝对没有走后门。当了半年同学，他厉不厉害我不知道。我是宁梦大学导师，他的确是靠自己的实力跳级毕业的。这在我们学校当时还引起了小范围轰动。不过，类似这样的评论，不仅没能让网友对我改观，还被追着狂骂。被网友说是水军，宁梦给了你们多少钱？我的黑料一出，南大贵族学院和清华先后发布了公告，并且贴出了我的成绩单，证明我的确没有走后门。但网友不吃这套，甚至连2个学校一起骂了。宁梦给了你们多少钱？竟然让你们2所学校一起帮他作假，就离谱。这个世界太黑暗了，朋友都为我着急，我却淡定自若，花钱找大 V 和新闻网帮我转发，把这则不实消息的影响力加大再加大。等我火到全网声讨，我实名认证微博。
开了直播。我是宁梦，有关于我的成绩是否作假，是否是走后门，提前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，用嘴巴解释，永远不能让所有人满意。我愿意直播考试，以证清白。而考题，如果有院校教授毛遂自荐，我在这里表示感谢。我希望由你们出面，直播现场出题。我行得端坐得正。这段话一出，熄灭了不少网友的怒火。当然，也有人怀疑我在作秀，和教授提前串通。如果怀疑我提前串通，教授可以由你们推荐，或者质疑我的人亲自出题都可以。甚至有网友愿意来现场监督，也可以。你们来的机票和住宿由我全包。一句话打消了大多数人的骂点。我又对着镜头笑道：另外，我也在这里实名怀疑宁熙，也就是费尽心思的曝光我的高考成绩不实。一边说着，我一边在网上贴出了他买新闻买水军的证据。宁熙，你如果要证明自己没有作假，那就来现场和我一起接受考验，你敢吗？我直播结束，在网上又引起了一阵风波。宁熙的成绩也被扒了个底朝天，以高考省状元的成绩进入的清华。然而在清华连续2年学费不及格，且班上同学和导师对他的评价都很低。问就是又没素质，又蠢，甚至连100内的加减法都能做错。宁熙给我的压力全都被反扑到了他身上。晚上，他终于忍不住发表声明了：我是宁熙，我高考没有作假，我愿意和宁梦一起接受直播考验，做一套题。宁熙，你现在还想换走我的成绩？做梦！为了保证现场考试的真实性，我和宁熙的考试现场选在了京大，由京大校长主持。出题的教授总共9人，其中3人是毛遂自荐，还有6人是网友推荐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，相互之间也并不熟络。现场还有我请来的50名网友以及正规部门工作人员作为公证人。除此之外，教室里还布置了几十个高清摄像，包括对卷拍和对脸拍，连我和宁熙毛孔都能看清楚的那种。考试直播很快的开始了，过程也没什么废话，开局就让教授出题。宁熙站在我对面，用得意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在说：宁梦，我能换走你的高考成绩，我也能换走你现在的成绩，只可惜我又不傻。在得知了他系统的真相后，我又岂会再次跳进火坑？我举手提议：教授，我请求我和宁熙的试题分开出，毕竟我已经大学毕业，而宁熙现在不过大3。宁熙立刻表示反对：不用，宁梦会做的题，我也会。我笑道：宁熙，你在怕什么？我没，只是要是分开出，你的题更简单怎么办？我的题会不会更简单？网友自有评判。最后，京大校长点头，同意考题分开出，这可让宁熙急坏了。等考题分别摆在我俩面前，我拿起笔就开始答题，而他咬了半天，笔头也没咬出个名堂。等我题都答完了，他还一个字没写，最后红着脸憋出个拙劣的理由：我肚子不舒服，然后还一副装模作样要晕倒的样子。网友骂惨了他，都在说他装。我则笑着拨打了急救电话，接着给他直播了急救和检查过程，最后询问主治医生。主治医生沉默：病人身体各项指标正常，现在出现不适，应该是心理问题，建议看心理医生。宁熙脸色惨白：我真的不舒服，医生，我脑子不舒服，要不你再看看我脑子。然而到了这一步，他再怎么辩解也无用，谁的实力真，谁的实力假，已经一眼明了。当然，这还不是结束。宁熙刚从医院出来，就赶上了来抓捕他的警方。他扭头看向我，我点头。宁熙，造谣陷害，可是犯罪哦。话落，我又上前来到他的耳边，就像多年前他在我耳边轻声地告诉我残忍的真相那样，亲手将刀子落在了他的心上。对了，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，感谢你成为小偷偷走了我的成绩，
因为我爸爸觉醒了学渣培养系统，我们现在拥有的财富都是你帮忙赚的。顺带给他秀了一把卡上的余额，数不清的零让宁熙破防了，白眼一翻，气晕了。而我在镜头下走向了停在路边的迈巴赫车旁，爸爸妈妈手牵着手，慈爱地看着我，等我走近。爸爸抬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闺女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网上舆论又炸了，有人认出了我爸爸的身份，那是宁强，全球首富。我去，宁梦竟然是首富千金，这是什么人设呀？没想到造谣里面竟然有一条是真的，就是宁梦绑上了大款。是的，这个大款就是他爹。第二天，宁熙就被清华退学了。我没看到他离开学校的样子，倒听室友提了一嘴，宁熙那叫离开学校吗？那简直就是灰溜溜的滚。他来学校拿了衣服，还想去找自己那个富二代男友，结果人家正搂着新女友在亲热，他气急败坏骂人，结果被揍了一顿。室友还给我看了一张学校论坛流传的照片，照片里的宁熙狼狈的就像个叫花子，但他还没放弃给我制造麻烦。晚上我收到了他的短信：宁梦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我能抢走你的成绩，就能抢走你的所有。这条消息让我留了个心眼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当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，往往会不当人。以宁熙又没实力，又喜欢全世界都围着他转的性格，他做出什么事，我都不觉得奇怪。2个月后的一天，我走出校门，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。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脑海里就想到了宁熙的那条短信：奶奶背脊佝偻，穿着破布衣站在清华大学校门口，看到我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，慈祥又善良的样子。只可惜我见多了他歹毒阴狠的表情，根本就不会被他所骗。我想绕过他，他却凑了上来：梦梦，是奶奶呀，你不认识奶奶了吗？我没理他，他就自说自话：梦梦，奶奶可想死你了，奶奶后悔死了，奶奶前些年是对你不太好，奶奶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你不知道，你小叔叔一家人不当人呐，你看他们还打我，不给我吃饭。他说着说着都流出了眼泪，引得周围不少人驻足。我停下脚步：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奶奶没地方可以去了。你能收留奶奶吗？奶奶给你做牛做马，当你的仆人。我盯着奶奶，思考片刻，突然一笑：好啊，有时候把毒蛇赶走不一定是一件好事，把它引入牢笼才是上上之策。我带奶奶回了家，从我家院门到家门口，开车要5分钟，步行要20分钟以上。以前我都是坐车进去，今天到院门口，我就让司机把我放了下来，然后带着奶奶往前走。奶奶一边走一边感慨小区环境好，不过这周围房子好像有点少。梦梦啊，你把这房子位置买得有点偏呢，出行好像也不方便。以后我要买个菜什么的，似乎很麻烦。我笑，周围房子是少，因为这是我家的庄园，只有我家的房子啊。奶奶都傻了，庄园？是啊，你脚下这路是我家的，花园也是我家的，喷泉也是我家的。奶奶这下不嫌弃了，一边走一边感慨多大多好，全球首富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多钱不知道多久才能花完呢。笑死，刚刚还说来投奔我，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怎么帮我花钱了。终于我领着奶奶进屋了，一进房子她就开始气喘吁吁，不过疲惫也不能消磨她眼里的光亮。天啊，这可太大了，放我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我没放过她眼里那一闪而过的恨意，笑着给她拿了拖鞋，让她在客厅看电视，然后自己上了楼。回到房间，我打开客厅监控，看着我奶奶瞬间变成了地主老太太，趾高气扬地指挥家里的佣人做这做那。到了大厨做饭时间，他从自己的上衣内口袋里翻出来一个东西，在那偷偷摸摸地捣弄了半天，然后转身去了厨房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端了一份炒青菜出来。很快的，爸爸妈妈回来了，
看到奶奶，他们都很诧异。我笑着说：“奶奶大老远来投奔咱们是好事，一家人和睦也没什么不好。来来来，吃晚饭。”一上桌，奶奶就立推她的炒青菜。强子，这是妈特意的给你炒的。你以前不是最爱吃妈给你炒的青菜吗？奶奶的技术没法和大厨比，大厨做的菜那是色香味俱全，她做的菜只能说勉强能吃。我爸倒了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妈，我最不喜欢吃菜，尤其是你的炒青菜。只是你觉得我爱吃，因为你偏心，把肉都留给宁虚。我多吃一块肉你都要骂我，所以给你造成了我喜欢吃炒青菜的错觉。”奶奶尴尬到不行，呵呵，是妈的错。不过这菜是妈妈给你做的，你还是尝尝吧。她给我爸加了几根，又给我妈和我分别加了几根。儿媳妇、梦梦，你们都尝尝。我第一个拿起筷子，把菜夹起来，直接丢在了地上。爸妈，别吃，这菜有毒。听到我说毒这个字，奶奶脸色一白，赶紧反驳：“怎么会？我不会下毒的。”她的反应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我爸果断道：“报警！”奶奶想销毁物证，我和妈妈一左一右地逮着她，没让她得逞。不一会儿，警察来了，带走了奶奶和物证。他们果然在菜里检测出了毒药，而且还是最毒的百枯草。原来奶奶这次来是要把我们一窝端，只要宁强一家子死了，他的遗产就是我儿子继承，到时候我儿子就是全球首富了。我认罪，虽然奶奶很快的认罪，但警察还是从蛛丝马迹中判断出这是并非他一人所为。最后警察顺藤摸瓜抓出了他的同伙，正是小叔叔一家。小叔叔一家被警方带走时，正好是我爸爸的生日。他对着蜡烛，双手合十闭眼，微笑着许愿，希望我们一家子永远幸福安康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